好，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呢对媒体说说他的内心交战的非常严重。我也想给你们每个人1万块啊，但是呢不行啊，这样的话我就要举债1014亿啊，给你看呐历届这个超增的1兆8707亿，付了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只剩下4436亿。还要什么任性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啊，社会福利啊，你们还要给这个1500亿，所以呢，我要举债啊，我不够啊，我很想到立法院跟你们说明，你们立法院找我去啊，我跟你们说所以呢，主计处就澄清说呢，过去呢我们讲说超增不是超增啦，只是税计剩余啦。不是超增，钱没花光，剩下来的了不是超增所以呢，我们还差1014亿的举债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呢突然变脸，说你们这是违法违宪而且你们这些委员给我们乱发1万块的呢，让你们没有机会再乱审预算，通通罢免掉。他其实目的是这个东西目的是这个你们乱审所以呢就把你们罢免罢免以后呢，我们就通通收回了，不给了，也没有什么违宪违法的问题了。那吴宗宪委员就说，你这个是配合侧翼混淆视听。蔡英文说为什么可以？3倍券、5倍券蔡英文发的，6000块是蔡英文发的，那时候就可以，那就叫社会正义、社会福利、稳定经济、促进经济。现在不行，就叫做什么违宪违法。你们什么意思那另外呢，民进党说我们这些钱呢可以盖6万个国宅啊。那民间这个都市改革组织这个 OURS 就说乱讲他说呢，这个2350亿盖13万户都有找什么4到6万户你知道现在盖在哪里那另外呢，这卓荣泰说看起来不要普发了，所以网友也生气了网友说你什么意思嘛？对不对现在该发钱就不发，我们的嗷嗷待哺如大汉之望云逆联合报也说呢，宁愿举债救灾不发现金，戳破卓荣泰的话术。其实你政府有钱，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超增，好吧，没有这个税计剩余，你都不要编预算了。你要举债你就举债啊，也没有不准你举债啊。另外呢，你可以用其他的预算呢，你也可以编特别预算，都可以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就人家现在要发1万块，你在这边不可以了？你执政的时候就可以，因为这不是你提出来，是在野党提出来。你说好人不要给在野党做，就你提就可以，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立法院如果删减了我们1000亿的台电补助，又加上了他所谓的普发现金，换句话说，我们要举债1000亿。我公开的希望，立法院能够排定议程，让行政院能够去做说明。我们第一个说明国家财政的实际状况，让委员们能够清楚。资料都可以普送给各位委员。第二个，我要跟立法委员们共同讨论什么叫做合法合宪的审查预算，举债来普发1万块，在我内心真的是非常的交战。是不是后续如何进行？我看一方面，我希望到立法院说明之后，我们再保留一丝丝能够起死回生的机会。宪法规定立法委员不得为增加预算是提议了是说，比如他现在编来，我们应该给8000，立法委员说8000哪够，给1万，这不行，这法律案。但这个法律案以前民进党那个什么老人年金、老农年金怎么给的，就是定的法律案以前在国民党很早的时代，农村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啊，地方选举都国民党赢啊，陈水扁那时选台南县的人选不上啊，但是呢。许信良那是他民进党主席，说老农一个给3000块，老人高兴，老人高兴，然后我端家了，我叫你友好哇，这个民进党对我们这么好，所以农村就翻了，就这么简单就翻了。那怎么那时候我们可以呢？为什么可以呢？法律案跟预算当然是不同的嘛，明显。所以卓荣泰不要今天出来那边鬼扯淡，说他要去立法院说明，他要去说明什么？他要出来说明说他要打脸苏贞昌吗？还是说他要出来说明我如何打脸蔡英文？所以真的不要自相矛盾了。刚刚赵先生讲得很好啊，当然宪法70条里面讲说，立法院针对行政院的预算不得作为增加支出之提议。可是这个是特别条例啊，跟3倍券、5倍券，甚至跟当初的防疫的8400亿是一样的情况嘛。
那监察院现在审计部是说希望用会计剩余优先，那你行政院主计处、主计总处在那玩文字游戏，会计剩余跟超征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鼓励港给超收的预算，这些所有包括营业税、中央的税加起来，就是会会计剩余嘛。你现在不愿意给，我就说行政院今天出来为了大罢免出来讲，我觉得他们真正三共四闹亏了。就说最夸张的，从一开始哦。1万块不愿意普发是这样，就是说从沈伯洋出来的辩护最夸张了。他说这是阿公啊阴谋，是来颠覆民党政府的。接下来讲说其他的，包括赖清德讲说1万块没采的不搞了，不应该发。那卓荣泰前几天讲说可能1万块去买冰箱、买遥控飞机，讲得很夸张。虽然今天是稍微比较正常版的卓荣泰，可是他完全根本站不住脚。第一个。刚刚赵先生讲得很好，这没有违宪的问题，没有法律问题，这是完全不是预算案，这是特别条例。你行政院不愿意发，你都讲清楚嘛？那你卓荣泰可以这样讲吗？那你只要支持国青，你只要出来说要同意罢免，那你就1万块没得领。那这个相反的说，你只要是那个反对罢免的话，那你1万块就可以领。你卓荣泰敢这样讲吗？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他们完全不敢做辩护了，这边都扭七扭三，然后歪七扭八，然后自相矛盾，这是一个最丑陋的一个政府，最矛盾、最逻辑不通的一个政府。梁静。其实这个民进党的主张哦，过去在野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看一看哦，因为过去他们在野的时候讲了很多话，或许大家现在也可以稍微印证一下。过去在野的时候喊发，或者他们后来执政的时候，还要特别去印那个券，还要印个信封，告诉大家说这是我民进党发给你的，不管是3倍券，或是5倍券，或6倍券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民进党发给你的。但是卓荣泰第一天出来讲的时候说，这个1万块大家会拿去买遥控飞机、买冰箱，对社会无益。但是今天他跟你讲什么？如果这1万块握在他手上的话，他要拿去买安全韧性装备、无人载具，替国防部修缮更多的装备设施。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卓荣泰要拿你的1万块去买遥控飞机啦，也就是这个样子嘛。也就是说，这些钱交到你手上，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使用这件事情，是人民没有信心的，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大家未知的。就算我们把钱拨给你，过去要盖社宅，你盖了吗？到现在为止，中央盖的社宅在哪里？过去大家花钱给你去盖光电板，到现在风灾结束之后，光电板长什么样子，大家也都看得到，这些东西不都历历在目吗？所以这笔钱如果要交给你卓荣泰这么不适任的行政院长，你到底要拿去做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那人民当然相对而言对你没有信心嘛。过去在野的时候喊发，现在跟你讲说，这个是不是超征，是会计剩余，那不就跟走私跟超买是一样的意思吗？你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跟逻辑嘛。回到刚刚那一题，这个汇率跟关税这件事情，汇率台湾其实已经双手奉上非常非常多东西了。那还是一样，回头看一下民进党当年怎么讲的。蔡英文当年在328的时候，328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声明，告诉大家说，立法院有义务要制定完整的法律，确保行政部门是遵循民意、公开透明，在这种国家对外重大的经贸谈判的时候，确保有国会的参与。当年的蔡英文蔡主席是这样讲的，甚至赖清德还加码，他说对台湾影响重要的这些经贸谈判，没有对各行各业的审慎评估，这就是一个总统的独裁心态。这些话刚刚好全部都送给赖清德。现在的赖清德应该好好看看，当年你是怎么主张的？当年你说人家谈判黑箱，现在你自己有没有先来跟这些各行各业做讨论？有没有先来跟各行各业做接下来的因应，而不是像上次一样，等到川普公布之后，你再来开各个公听会、开座谈会，里面再跟人家挂胸脯、拍胸脯挂保证，跟人家讲说，我绝对不会牺牲大家。那大家都等着看他会牺牲哪一个行业好了。而且蔡英文当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政府的谈判代表所以他应该很清楚啊，他都觉得民意应该参与来监督，给政府一个后盾力量啊，怎么现在就变成故意跟政府捣蛋了？现在怎么变成什么都不讲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的10讲前4讲每讲完一讲了，就出了一些纰漏，所以包括民进党里面都需要不要再讲了少讲少错但是10讲呢，就是为了替大罢免烧火你不讲，他好像第一个他也爱面子他觉得就不讲了这个被人家笑死了所以呢，现在突然说要到花莲去讲第7讲民主。
那当然就看了就是要针对这个傅昆萁啊，傅昆萁的罢免，所以到花莲去讲。那但是他第5讲的外交跟第6讲的两岸呢，到底讲了没有呢？奇怪了，我们看一下。征兵，征兵，征兵！加油，加油，加油！马拉松式接力站台，选前10天，立法院长韩国瑜到台东力挺黄建斌。不到1年多要罢免他了，同样一个场，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我来一头秀发，干了1年半，这个立法院院长头发没有了，他跟卖台有什么关系？黄建斌长相像卖台的样子吗？我们第一次选同仁的选举，而且是选得这么辛苦。毕竟，无论是绿营锁定集中火力，还是蓝营内部评估的危险名单，几乎都有黄建斌。韩国瑜帮催票也很卖力。如果他像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他在立法院一定会表现得越来越棒，越来越好。所以这一个立委是太重要，这是我们台东的心肝宝贝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像100度煮开的水一样。7月6之前，这个水一定要煮开起来。要度过罢免危机真的不容易，但16号这天，本来韩国瑜要先到花莲陪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车扫造势，却临时取消，跳过花莲直奔台东。3点多到花莲，到宣传车30分钟之后，立刻坐火车来台东，结果高速公路堵车。我们过了罗东之后，实在是不得，再回到新苏澳。再坐火车到了花莲，时间凑不拢，所以花莲的傅昆萁委员非常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已经约好下次见面，大罢免前任何行程变动，恐怕都免不了被趁机挑拨。来，采薇，他现在有台东哦，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韩国瑜没去花莲，但是现在这个赖总统要去了。对，而且赖总统去应该就是花莲第7讲啦。可是第7讲大家不会觉得很好奇吗？第5讲、第6讲去哪边了呢？对，结果昨天就刚好被我发现，他第5讲呢，就是在前天晚上在我们大同区的一个扶轮社偷偷把它讲完了，真的是偷偷，有多偷呢？真的是比小偷还要偷。扶轮社这个扶轮社，他在赖清德去之前，通常过去几讲一定都会宣传嘛、海报嘛、什么等等的，甚至是发脸书，完完全全都没有。然后再来讲这个扶轮社的组成。第一，它在大同区相对比较绿；第二，它里面的组成就是台南知友会嘛。除了台南知友会之外呢，还有医师知友会，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成员都是过去赖清德在选总统的时候帮赖清德成立医生知友会的相同成员。也就是说呢，他偷偷讲，而且里面还都是同温层非常非常厚的成员，就是不想要太高调嘛。那为什么我直接把它定调成第5讲？因为总统府说不是，总统府说他只是去致个词而已。好，没关系。因为总统府他们有很多他们喜欢超译的名词了，他第5讲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台美经贸情势，有说到现在关税，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呢要相信政府，因为政府会努力的来帮忙大家。好，他讲完关税问题，他也讲到呢台美关系接下来会更全面。更加紧密。其实他讲这些外交的论述，的确跟过去他的外交论述很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第5讲的定调就是外交，所以他在扶轮社讲了这些东西，不谋而合嘛，就是在讲外交嘛。那为什么要偷偷讲呢？我觉得2个最主要的因素跟理由嘛。第一个，关税，他现在敢高调的、公开的讲吗？关税数字都还没有出来，谈也不知道谈个什么所以然来，所以当然不敢明着讲。而且再来，如果明着讲的话，讲不好，美方不开心了，关税会好看吗？基本上现在我们都知道不会好看的，所以不能明着讲嘛。然后再来这个偷偷摸摸的讲呢？不想要台面化的讲，还有一个，因为过去第4讲、前4讲惹出的争议跟纷争真的太多了，连民进党很多的自己人都希望总统不要再讲下去了，所以我认为他接下来5讲、6讲、7讲，甚至是8讲呢，都会台面下低调化，而且甚至是会用很模糊的方式来带过。第6讲不是要聚焦在两岸吗？刚好今天万安演习嘛，他下午据我所知，他在4点多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个两岸，而且是讲15分钟，那这有可能就是变成他的第6讲。
讲，所以接下来他的这个演讲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过嘛，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的团结根本没有团结大家啊，团结只是以团结之名行撕裂台湾之实啊。过去的4讲造成大家多少的纷争，多少的分裂，他们自己也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直接帮他定调了，他的第4讲、第5讲、第6讲哦，干脆是第5讲国军不支援救灾，要社区这个互助是他的第5讲。那第6讲是什么呢？长辈哦要自己爬上去屋顶盖那个帆布，这是他的第6讲。第7讲是什么呢？三民说没有网络，他说郭国文有啦，这是他的第7讲。所以我说他的这些演讲真的也不用再讲下去，再讲下去真的只会让台湾更撕裂，让台湾整个社会的氛围更不健康而已。不，因为他第5讲原来讲外交，第6讲要讲这个两岸哈。都很重要的。那刚刚采薇讲，两岸今天用15分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两岸怎么15分钟讲得完呢？讲不完啊，15分钟，乏善可陈，所以呢，就不能把它混过啊！哦，那难道到花莲讲民主就把傅昆萁痛骂一顿大家支持大罢免，这是团结吗？这能够团结台湾吗？哦，香龙，当赖清德用比较闪躲的方式去处理。原来气势很恢宏的团结10讲，用这种方式，当然是因为他讲的过程当中，每次讲对于他自己的论述呢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号召更多的支持者，相反的呢，就是总是会引起很多的负面的解读。所以你会发现，就像刚才采薇讲话的那个感觉，就是采薇多希望你赖清德多讲一点。就是今天作为在野党都热烈的欢迎，就是赖清德多出来讲一讲，讲长一点，讲多一点，人呢多一点。但是呢，当作为一个总统，你做重大的政策宣示的时候呢，需要偷偷摸摸的。这跟呢我们讲的童话故事里面呢，国王的耳朵像驴子是一样，他必须要躲到山里面的树洞里面，对着那个树洞呢，把他真心话喊出来。他已经不能够对任何人讲了，他只能够对那个树洞讲，才能够让他心里面的稍微好过一点。你可以想那种的委屈跟变态呢，到怎么样的地步？当做一个领导人，当你所有的公开的发言。你不能够呢用一个比较正向的、积极的、面对面的直球对决的方式去诉诸选民的时候，这国家治理呢当然是有问题的。刚刚的委员提到说，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关税，然后我有强调，就是大家要回到关税的基本的属性上面，关税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作为。基本上面呢，它不是任何的国际法呢可以规范的，所以大家去呢质疑批评川普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你怎么可以课我这么多的关税，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关税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呢，它可以片面决定的事情。当你碰到一个川普这样呢，他用了单边的行为，要对你苛征了很高的关税的时候，你唯一对应他的方式呢，你跟他谈，再来呢就是呢跟他对抗，只有这种的方式而已。它是个标准的间接税，它是一个呢标准的国家主权的表达。即使这样子做了之后，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后遗症，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就是这样子呢去面对跟它呢友好的国家或者不友好的国家。它在面对不友好的国家呢，反而没什么皮条。他对俄罗斯说：“我要科你个100%的关税。”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双边贸易量去年才30亿美金啊！你要让俄罗斯怎么样？其实我说了，今天美俄之间呢科高关税，对美俄都没有伤害。美中之间要科高关税，对美中都有很大的伤害，这是根本的不同。要不然就是呢打高空讲风凉话，要不然就是你呢敢说呢不敢做。今天呢，川普对台湾来讲近乎予取予求。今天台美之间的所有的关税谈判，它比较好的对标是在10年前，2014年的时候的两岸的服贸协议。民进党想想看呢，当初谈货贸、谈服贸的时候呢，民进党是如何去发动太阳花的？认为的那个是一个黑箱谈判，是认为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知道，是吗？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很公开呀，每个动作都有简报。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台美之间现在在谈关税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谁跟你简报过什么？什么都没有，立委什么都不知道，这才是标准的黑箱作业。为什么两岸之间呢谈货贸，大家已经谈得很公开了，你还发动太阳花，最后把货贸跟服贸都给瘫痪了？
但是今天台美之间呢谈的这么的要不要？到现在为止，大家呢都已经先底牌了，你都还不敢先，可是你仍然呢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而在野党呢也不敢去质疑你为什么用这么黑箱的方式呢跟美国谈？难道呢只要是跟美国做的什么都可以吗？终究我们要拿来呢跟呢货贸呢做一下类比，两岸之间。台湾呢固然呢赚美国的顺差很多，台湾赚大陆顺差更多啊。那你到底这两个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你今天呢对大陆仍然是喊打喊杀的，但是呢对美国呢予取予求。今天如果不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台湾走不了太远的。休息一下再回来。